他用一杯过了期的奶茶，一步步的引诱着智障女孩。张博答应女孩，只要她能数到100，他就把奶茶都给她喝。张博没有食言，而他也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。朋友难以置信，那怎么你也干得下去哦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教导主任让他出了丑。很干净，证明给我看。啊？有多干净啊？有多干净？告诉我啊！再玩嘛！第二天，张博就得知，因为和堂妹偷情，威风凛凛的主任生了个白痴女儿。而为了报复主任，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也就是在毕业前，三人在黑诊所前遇到了带着女儿的教导主任。显然，那一杯奶茶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。张博在毕业当晚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2个好兄弟，而作为交换，2个兄弟也必须说一个自己的秘密。韩吉最讲义气，他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就说出了自己最阴暗的秘密。好，不过我现在要讲的事情，你们绝对不可以讲出去。他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在桥下发现一个流浪汉，周围堆满了他捡来的垃圾，除了一只流浪狗，没人愿意靠近他。出于好奇，韩吉买了些吃的，悄悄地靠近了流浪汉。可流浪汉睡得很死，就连狗叫声都无法把他吵醒。也就是在这时，韩吉产生了个可怕的念头：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把他杀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就在韩吉犹豫时，流浪汉突然睁开了眼，而韩吉也下意识地砸下了手中的砖头。韩吉提心吊胆的过了几个星期，可新闻和报纸并没有报道任何有关流浪汉被杀的新闻。张博和韩吉都讲完了自己的秘密，他们同时看向了洪泉。不同于2个兄弟，洪泉家境殷实，从小成绩就非常好，刚刚考上了台北的大学，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阴暗的秘密。可为了保住面子，洪泉还是说了个自己最大的秘密。在一次趁父亲洗澡的空档，他发现了父亲和小三的聊天记录。兄弟俩觉得洪泉一点也不真诚。靠背，在开玩笑，换一点自己的好不好？要活成这样到什么时候啊？靠霸主。讲自己的啦，圈圈，我拿2条命跟你换的。洪泉没办法，又说自己为了考试成绩，提前偷了一张期末的考卷。可作为坏学生的张博和韩吉，对这些考试和成绩的事情根本不在意。显然，他们还想听兄弟更阴暗的秘密。你们骗我把最脏秘密给你换。我哪有骗啊？就说是你们太夸张好不好？你现在是怎样？你打算弄我们一辈子啊？我又不会说。我知道韩吉不会讲，我也知道张博也不会弄。因为我们之间是等价交换。说着说着，气氛就紧张了起来。洪泉胆怯地看了看身后，洪泉想回家，可显然不拿出点自己的把柄，2个兄弟是不会让他离开，而洪泉也只能说出藏在心底的秘密。我现在要说的事情，一辈子都不能说出去。因为一次期末考没有考好，担心被老爸骂的洪泉偷偷从学校偷出了所有试卷，然后丢进垃圾桶，一把火烧了。由于火势太大，直接烧毁了整栋教学楼。对不起哦，只是因为我一个人考不好，就要害大家再重考一次。所以那个考卷烧到最后，还顺便烧掉一整排1楼跟2楼的教室，消防队还喷水喷到隔天中午，这一手很溜洪泉露出了得意的表情，可2人根本不相信洪泉能做出这种事。他们让洪泉拿证据，拿不出来证据发誓也行。我发誓啊，有什么不好发誓的？看，你们少看别人好不好？要不是你们这个不能换那个不能换，谁想讲啊？洪泉心里怕得要死，只想着赶紧回家。所以你发誓，垃圾车跟一整排教室都是你为了烧考卷不小心烧掉的。我发誓啊。不到。张博把洪泉的认罪录了下来。洪泉担心事情败露影响前途，只能色厉内荏的一边威胁一边求着张博删掉录音。张博2人自然不会出卖自己最好的兄弟，因为他们知道洪泉根本就不敢去烧试卷，因为烧试卷的人是他和韩吉。可即便这样，张博仍没有放过洪泉。他们躲在角落递给了洪泉一罐油漆，只要他把油漆泼在混混的头上，并顺便给他一瓶子，今晚大家就算扯赢了。洪泉畏畏缩缩地往前走，他根本不知道张博和韩吉2个人说的都是骗他，他们只是嫉妒家境好、成绩又优秀的洪泉。可洪泉根本不敢惹混混，只是被他瞪了一眼，洪泉就胆怯地扭过了头。看着躲在角落嘲笑他的2个兄弟，洪泉突然转过身，冲到混混面前，一把油漆全部泼在了他的头上。洪泉连忙往角落冲，但这个混混可不是普通的混混，他是这条街的小头目。张博也没想到洪泉敢真的去惹混混，他们不过是想拍下洪泉糗样，留着日后嘲笑他。老大被恶搞，混混们在后面紧追不舍，3个人只能选择分头逃走。就在张博和洪泉会合，以为甩掉了混混时，韩吉从路口另一边冲了出来，看到后面成群的混混，3个人只能继续逃。韩吉跑得最快，他可管不上后面兄弟的死活。
看着被抓到的韩吉、张博和洪泉都没有选择帮忙，而是钻进了一旁的小胡同。他们躲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内，司机想让他们下车。就在双方争执时，路口的混混发现了异样，朝这边走过来。司机顺势尴尬的拉了拉裤链，可就在混混刚扭过头，司机又冲回了车旁和两人纠缠，声响也吸引来了附近的混混。张博立刻钻到了驾驶位，他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。洪泉想去报警，这样最多就是被家长带走骂几句。就在两人纠结时，坐在后面的女孩醒了过来，她向下掏了一把。你强奸我？不是，是刚刚那个司机。原来刚刚那个司机是个变态，专门在酒吧门口捡尸。就在刚刚两人躲到车子上前，他才在女孩身上发现的。可显然女孩还没完全清醒，一边胡言乱语，一边劫起了身。是谁？谁说话？转着转着，张博就迷路了。毕竟没有导航，就算发生战争，兵哥哥们到这里也会迷路。七拐八拐下，他竟然开到了一个查酒驾的路段。由于张博还没拿到驾照，加上刚刚三人在天台喝了不少酒，如果此时被警察抓到，那可不是被家长领回家骂几句那么简单。由于还有一段距离，张博挂上了倒档，慢慢的往后退。可就在这时，后面的女孩钻出车窗，大喊了起来：“警察，我被强奸了！”慌乱下，张博连忙钻进了另一个路口。附近巡逻的警察立刻就接到了通知。不过很快，他们就在巷子的尽头发现了出租车。可此时车子内只剩下了睡着的女孩。没多久，躲在角落的张博和洪泉就被警察发现。坐在警车上的洪泉还想着被抓的韩吉，还是我们叫警察救他？啊？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他没有枪啊！给我打他！啊？不是要换？换他小，妈随便胡乱相信是不是啊？你说胡乱什么意思？胡乱就是胡乱呐！妈的，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啊？我有可能强奸那个白痴吗？你把自己想想看看啊！韩吉他妈那个智障，还有可能杀人吗？你觉得他有可能杀人吗？啊，你带脑！我怎么觉得你会大肚子？大肚子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要干他呢！我要干他呢！这不是逼人吗？洪泉此刻才意识到，之前张博和韩吉一直在骗自己，他们只是在捉弄自己，想让他出去。队长自顾自地说着，他们才发现这条路根本不是回警局的路。警车一转弯就回到了混混们在的那个店口。队长把钥匙递给了混混，就这样兜兜转转一大圈，张博和洪泉还是被混混抓了回来。店里的老板告诉他们，这里每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的，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拐卖。不过不用怕，只要讲好条件，坏人是最讲诚信的。你们有认识什么大哥吗？叫他来跟我讲。啊？那我也是前柜那边管停车场那个拿，他要打个电话，你是有他的电话，你打电话给他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稍等我一下下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快点打电话给他。没有大哥。那有没有钱？韩吉和张博齐齐地看向了洪泉，只要交了钱，老板不但会放了他，大家还可以因此交个朋友。可这事儿如果让父亲知道，洪泉肯定会被打断掉。没大哥，没钱，那就不是做坏事了，是做错事。错，认错，大哥，我们认错，以后不敢。你以后敢不敢？我看起来又很介意。老板递过来一个盘子和一把鲨鱼刀，随后比出了一个剁手指的手势。韩吉已经被打了2个小时，他让张博和洪泉石头剪刀布，可平日里最狠的张博却软了下来。张博把3人被抓全都推倒了韩吉的身上，如果不是他被抓，他们也不会想着回来救他，所以剁手指的应该是韩吉。讲义气的韩吉伸出了左手，他让张博快一点，为了对日后生活影响最小，他让张博往上面切一点。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。看着痛苦的韩吉，张博担心老板不满意，按住韩吉的手又补了一刀。在确定手指完全断掉后，3人想着尽快离开这里，可再次被混混拦了下来。他摘掉了食指的指头，看着其他混混也都是没了食指，3人这才意识到他们切错了手指。3人又返回了座位。张博又想到了新的借口，今晚如果不是洪泉招惹混混，他们根本不会被抓到这里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洪泉的原因。你怎么还是不知道？一整天都在跟你做那些会受不了的事情，怎么抢车子、打那些事情，我都还没跟你算，干！你到底怎么这事上？洪泉想给老爸打电话交钱了事。我拜托给你们钱，我慢慢给你们，拜托。
开玩笑，都说你不给钱，你就是自以为有钱了不起。谁不帮你？是你他妈的，真的太自私。想着做兄弟应该讲义气，洪拳竟然被张博说动了。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洪拳犹豫了起来。老板提议剁常用手，这样洪拳就会长记性，不再惹事。看着想要后悔的洪拳，张博一把按住了洪拳的右手。我错别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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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别字。看着盘子中的手指，老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他今晚心情不错，特地邀请3人吃完日料再走。可就在吃饭时，老板发现洪拳右手用筷子十分熟练，他的惯用手根本就不是左手。在意识到又被3人耍了后，他从下面拿出了一个罐子，里面泡满了切断的手指。有没有给机会？有没有好好说？有没有跟你们抢？你们先是随便敷衍，然后是欺骗，欺骗，敷衍。做坏人也是做人。看着暴怒的老板和自己的双手，张博立刻站出来向老板道歉。身为大哥，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小弟，他希望老板能放过他们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拿韩吉和洪拳当弟弟，什么事都让着他们，除了是第一个冲在前面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多一根手指少一根手指没什么差别。洪拳，你家里有钱，头脑又很聪明。韩吉，你个性那么好，以后随便都可以交到一大群好朋友。但是我呢？而自己家里穷，成绩又不好，搞不好以后还要靠这双手干体力活。听着张博这么说，韩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。你给我闭嘴！韩吉骑在张博身上，他要剁掉张博的手指。看着在地上打滚的2人，在察觉到老板很有深意的笑容后，洪拳木然地走了上去。他捡起地上的鱼刀。洪拳把张博的手指交给了老板，他露出断指给混混看，这是他们离开这里的通行证，也是他在毕业时送给自己人生的礼物。等他们走出店铺时，天已经大亮。